看来中国地方政府是真穷到家了，不光要卖楼还债，连公安局这种实权部门都开始找房子来抵债了。这不，《华尔街日报》最近爆出来一个大新闻，贵州3个县的公安局，就是德江县、玉屏县和思南县，因为装个监控系统的钱都掏不出来，只能拿房子来抵债。这得多穷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有多吓人。据报道，这3个公安局从2012年到2015年期间，找华平信息技术公司帮他们架设天网监控系统。这个天网工程可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维稳利器啊！结果现在连这个钱都还不上了，欠了超过1000万美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华平信息技术公司只能自认倒霉，跑去当地找开发商买房子，然后让开发商把卖房款转给公安局，公安局再拿这笔钱还债。你说这是什么逻辑？我给你装个摄像头，最后却只能收到一堆房子，这不就是变相逼着企业接盘烂尾楼吗？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新疆那边的情况更让人瞠目结舌。东方环宇燃气公司给一个国企融资平台供应天然气，这个融资平台拖欠了将近2500万美元的气费不说，最后还是用260套未完工的住宅来抵债。你们猜怎么着？这个最大的欠债方昌吉城市建设投资发展公司账上只有9700万美元现金，但负债却高达18亿美元，这不就是个空壳子吗？我们来算算这个账，18亿美元负债换算成人民币，那就是130多亿。而他手里只有9700万美元现金，也就是7亿多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他连自己5%的债务都还不起。而且你以为这就完了？这还只是一个地级市的一家融资平台，全国这种融资平台有多少个？据高盛统计，光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就高达94万亿元。这种以房还债的做法，说白了不就是在玩击鼓传花吗？东方环宇接管了这260套房子之后，还得自己想办法把它们盖完，然后找第三方去卖。卖多了还能赚点，卖少了亏损自己吃。这不就是把烫手山芋传来传去吗？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11月那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当局说要拿出10万亿的规模来化解地方债务，其中包括增加6万亿的债务限额置换，再加上从2024年开始，每年拨8000亿专项债券，连续拨5年。听起来很厉害是不是？但是且慢，让我来给大家算个明白账。说到这个10万亿的化债计划，咱们得好好算算这笔账。财政部长蓝佛安说，2024年到现在为止，政府已经拨了1.2万亿帮地方政府还债。听起来不少是吧？但是跟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比起来，这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我们来看看地方政府到底欠了多少钱。财政部去年12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46.5万亿。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债务。高盛集团在2023年8月的时候就估算过，如果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也算上，实际债务规模已经飙到了94万亿。你们算算，这94万亿是什么概念？就算按照政府现在说的，从2024年开始，每年拿出8000亿专项债券来化债，一年也就8000亿。94万亿除以8000亿，光是还本金就得117年，而且这还没算利息呢。要知道，地方政府的债务可不是零利息的，保守估计年利率也得4%到5%。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假设你借了100万，年利率5%，每个月还8000块，你猜多久能还清？我用计算器算过了，光利息一年就是5万，你每年还9.6万，连本带利要还14年才能还清。现在地方政府的情况比这还惨，因为他们每年还的钱还不够付利息的。
而且更要命的是，现在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了。以前靠什么？靠卖地啊！可是现在房地产市场都快崩了，谁还敢大手笔买地？数据显示，过去5年已经有1660多家房企破产了。市面上堆积了9000万套空置房，再加上2000万套烂尾楼，这么多库存都消化不了，开发商哪还敢拿地？所以说，这个10万亿的化债计划，说白了就是在用新债还旧债。你想啊，既然地方政府自己都创收不了多少钱了，那这8000亿专项债券从哪来？还不是得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或者发新债来解决？这不就是左手倒右手吗？更可笑的是什么呢？现在不光是地方政府自己在玩以房还债的把戏，连他下面的国企融资平台都学会了。就拿前面说的新疆那个例子，昌吉城投公司欠了18亿美元，结果拿一堆烂尾楼去还天然气费。我敢打赌，这260套房子要真建好了拿去卖，肯定连原来欠的2500万美元都回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全国的房价都在跌，有的2线城市跌幅都超过30%了。你说这些债主收了房子，到底是帮忙解困呢，还是帮忙接盘啊？而且这些房子还都是未完工的，建完还得花一大笔钱，说不定最后这些接盘的企业自己也得因为这些房子而陷入财务困境。看看，这不就是一个完美的死循环吗？说到底，这些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样？说白了就是过去20年太能造了，大建特建，不管有用没用，先建了再说。修个广场要几个亿，造个标志性建筑要几十个亿，搞个产业园区动辄上百亿。好家伙，建的时候痛快，还的时候就哭了。而且你们发现没有，这次公开曝光出来要以房还债的都是些什么地方？都是3、4线小城市。贵州那3个县的公安局连个监控系统的钱都还不起，新疆昌吉那个国企负债比现金多出近20倍。你要说这些地方还能撑得住，打死我也不信。我估计啊，这次曝光出来的可能就是冰山一角。高盛说，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高达94万亿，这还是保守估计。我猜实际数字可能要吓死人，要不然政府怎么死活不肯公布具体数据呢？要知道，光是明面上的46.5万亿就已经够吓人的了。更要命的是，这些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现在的化债办法根本就是在转嫁风险，把债务问题往后推。这不就跟我们老百姓用信用卡套现还信用卡一个道理吗？最后不还是得报？有意思的是，咱政府现在想出来的招数，说白了就是缓兵之计。比如说什么砸锅卖铁工作专班，说是要变卖资产来还债。可是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行情，谁敢接盘？就算有人敢接，那也得大幅度折价。这不就成了贱卖国有资产吗？还有这个以房还债，简直就是个大笑话。你想啊，一个地方政府穷得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就靠一堆卖不出去的房子来还债。这些房子要是真那么值钱，早就卖出去了，哪轮得到你拿来抵债？我看啊，这事儿最后只能是中央政府兜底。但是中央现在也不好过，财政收入增长乏力，支出倒是只增不减。这不，去年11月一次性就承诺了10万亿的化债计划。可是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黄大卫的计算，就算每年拿8000亿到1万亿来化债，要还清这些债务得70到80年，而且这还是在债务不继续增长的情况下。你们说说，咱们的娃都70岁了，还得继续帮政府还这些债，这合理吗？更可怕的是，这些债务不还，以后会怎么样？地方政府连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提供不了了。现在公安局的监控系统都开始赖账了，以后医院、学校是不是也得以房还债？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个地方政府能不能还上债的问题了，而是整个财政体系都出了大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国企到机关单位，这就是一个互相牵连的债务链条。你扯哪头都疼，碰哪儿都是伤。说起来也是讽刺，以前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现在倒好，只能靠接烂尾楼度日。这些烂尾楼本来就是地方政府监管不力造成的，结果现在又要靠这些烂尾楼来解决债务问题。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这是在制造新的问题。最后啊，我只能说一句，这个债务的坑恐怕是越填越深了。不过大家也别太担心，反正按照现在这个还债速度，等这些债还清的时候，中国人的重孙子都该退休了。